我把房产证和股权转让合同都带来了，我还给你。我说过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我不会要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？你现在拿回去，我不会有任何意见。如果你不拿，到时候别怪我认钱不认人。我给过你机会。说完了吧？我可以说正事了吧？你知道咱们俩为什么会分开吗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叫做信任吗？咱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郭新年，你不能太自私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疯狂的，你就是一个神经病。杨洋洋想结婚，想买房子，他有错吗？高迪跟徐佳莹本来就是天使投资人，本来就想挣钱。大家围着你，是因为你有前途，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。你呢？你把大家当成牺牲品，去完成你自己的梦想。梦想？你还配谈梦想？要谈找李奔腾来谈，找彭学武来谈。什么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了？从一开始我就把魔晶当做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刚刚没人起诉我，过了2天好日子，你就煽动着大家要离场。好啊，走啊，都走！我告诉你，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了。你这就是背着我搞政变，赤裸裸的背叛。您好，您的东西打包好了。温迪，趁热给他们带回去吧。行。我们再聊会儿。我开瓶红酒。你这都吃差不多了，还喝红酒啊？边喝边聊嘛。人家那边加着班呢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郭新年要是问我你们为什么没回去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们在这讨论怎么卖魔晶呢。哎，没这意思，没这意思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坐坐，一会儿一块儿走。其实你们在这单聊根本没用。我说句实话，以你们那点股份，根本没有独立卖股份的权利。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这5%的股份，不是跟你们一起熬夜辛苦得来的。可是我没偷没抢，我几次要还给郭新年，是他自己不要。我希望你们以后在背后说一些对魔晶有用的话，不要讨论我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没这意思。大家是利益共同体，在股份操作这件事儿呢，你比我们有经验，真的。我也想听听，在现在这种情形下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做？现在是魔晶市值的最高点，错过这个时机，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。
可他觉得我是危言耸听，背着他要搞政变。更奇怪的就是，我们大家明明都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他，最后弄得像我在鼓动你们，搞得我里外不是人了。温迪，我承认，之前我们对你有看法，对不起。现在看，郭新年给你5%的股份，绝对正确。不过，我们没法再跟郭新年掰扯，是有客观理由的。郭新年是魔晶的灵魂，是我们的主要人物，我们还指望他推着魔晶往前走呢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不过，你放10000个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一根绳上的蚂蚱。魔晶是不是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？你也给我们撂一句准话。理论上来说，还可以有 B 轮融资、C 轮融资，但是现在拿什么去融资呢？以魔晶现在的状况，用户量、技术水平能不能有显著的提高？比如说，用户量突破2个亿，又或者是魔晶新开发了一项特殊功能，跟银行合作，开通网上业务，变成网上银行。魔晶还能造飞机呢。别说这，不说这个不行啊！你要融资就要讲故事，你为什么需要这笔钱？能带来什么样的利润？不讲故事怎么融资呢？那上次洛菲斯的投资不是很快就下来了吗？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互联网语音传输软件。现在密聊的下载量已经超过魔晶了。密聊是抄袭我们哎。如果你这么说，投资人就会问你为什么不打官司，那故事就聊不下去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说这些根本没用。密聊马上就能拿到洛菲斯的融资了，额度远远超过魔晶。而且我听说，李奔腾要从洛菲斯接手魔晶的股份，麒麟可能有大的技术性变革。接下来魔晶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，只有李奔腾自己才知道。我们前有强敌，后有追兵。现在还需要多说吗？不卖必死。咱们的郭委员，关键时刻很不明智。我诚恳的希望你可以代表我们3个、4个，还有我们家卢卡。好，4个人，帮助我们走出困局。以后魔晶的故事由你来讲。谢谢。温小姐，是吧？靳总，你好。您好。请坐。靳总，您还没回香港就太好了啊，生怕您回去了。觉得我定不了事儿是吗？我是怕你情绪化。魔晶卖股份卖到我们家里来了，你是来看笑话的？商业竞争嘛，输赢是天命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情绪。你说是吧？彭学我培养出来的，你斗嘴不如他。
哎，你说说，为什么找我？我们过去和魔镜是敌人，卖股份是你个人意愿，还是？是我们大多数股东的意愿。那你说说，我为什么要买魔晶？因为我们之前打过官司，我认为敌人才是最了解我们的人。我们要是对魔晶没兴趣呢？是吗？那我今天来就多余了。但是我觉得金总不会那么无聊，愿意花时间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。多余谈不上啊。魔晶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，怎么突然想起要卖了呢？您还不知道吗？麒麟现在打算出一个很高的价格，从洛菲斯手里买入一些股份。现在魔晶的市值是2亿美金，有很多股东想出手一部分。那为什么不卖给麒麟？麒麟手里的股份太多了，控制力太强，我们也不想把鸡蛋放进一个筐里。啊，不说实话，你学着点啊。虽然是骗我，哎，让你听着不生气。其实，麒麟一直想染指魔晶，把这个软件并到麒麟的软件中去，然后一统江山。现在避免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分散股份。如果我们拿了股份，再倒卖一次，会不会最后回到麒麟手里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办法了。但是我相信，捷讯已经失败了。您肯定不希望看到麒麟一统江山吧？这内地的女孩子都像你这么聪明，我们来这里做生意那是错误的。我把我的名片和魔晶的材料留在您这儿，您考虑妥当了，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老总，送客。先告辞了。时间比较紧，事前我也没跟你交流意见。项目书我先写了个大概，你看看。这边请。我觉得有点不对。霍云先生从来没让我等过。什么意思？最近这半个月，他金盆洗手，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，导致 WeCloud 的股价暴跌，蒸发了20几个亿。我不确定他还有没有魄力管魔晶的事儿。你是说他会变卦？请稍等，谢谢。Wendy， 这么巧，你们也在这儿？是卧云先生约你来的吗？当然。他是故意的，把我们都约到这儿，让我们自己吵个不亦乐乎。别丢人现眼了，咱们走吧。留步。把你们约在一起是我的意思，是为了一次性把话说完。鉴于公司内部原因，我的投资计划暂时放缓，所以魔晶的 B 轮融资我不投了。
郭新年，非常抱歉。卧云先生，你看，计划书是您让我写的，我写完了，你总应该看一下吧？没有意义了。那你之前说的话是放屁吗？郭新年，送客。不好意思，这边请。郭新年，骗子都是骗子，这帮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谁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这可倒好，开个会还得躲出来开，太阳都快晒死我。有什么话赶紧说吧。我就是个天使投资人。本来大多数天使投资人都应该在 A 轮融资后，盈利套现退场。结果我和徐家莹被郭新年给忽悠了，还指望他开创奇迹，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现在被动成这样，路是咱们自己选的，就不说这个了。咱们说说洛菲斯把股权卖给李奔腾，结果会怎么样？第一，他变成大股东，以后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意见。第二，依着郭新年现在烧钱的速度，如果李奔腾不同意继续追加投资，剩下的钱就得咱们几个自己掏。我肯定不掏。温迪，沃云生那边 B 轮融资到底有没有可能？郭新年跟纳兰确实一直在争取沃云生的 B 轮融资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沃云生不会再投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我觉得李奔腾跟沃云生已经谈好条件了，他们背后有交易。又是李奔腾，他真成神了。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金振邦了，而且又突然住院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如果你们都同意的话，我就再争取一下。我不同意，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姓金的不行。我也表个态了，我手里这点股份不能变成废纸，我得把它变成钱。谁也别想祸害我嫁不出去。谢谢你来陪我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去随便遗忘，去一个没你的地方，试着忍住不去回望，你令我的倔强长出翅膀，再不害怕飞翔。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、开开心心的吗？怎么现在又愁眉苦脸了？不想送我？没有啊，我这不是已经把你送到家了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，跟所有人闹意见，坚决不卖魔晶的股份。
我虽然没什么资格劝你啊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该放手的时候就不能恋旧。这个世界很大，人这一生也很长，执着固然好，但不能固执，这样只会把跟你合作的人都伤了。我是不是非得把魔晶卖掉，这个世界才算满意？我知道我做不了乔布斯，我也不可能把魔晶做到像麒麟一样有划时代意义的软件。我其实就是个无能的人，对吗？你跟我说句实话。乔布斯这一生过得很狼狈。你要问我，我不喜欢，我也不想你成为他那样的人。魔晶一定是一款伟大的软件，只是它诞生的时代和麒麟诞生的时代不一样，所以命运也会不一样。郭新年，其实我常想，你要是真的能再笨一点，再傻一点，真的像二哈那样就好了，这样至少你能少一点痛苦。我要是放弃了魔晶，我去哪儿？我除了会做软件，我什么也不会了。不要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。我其实挺可怜的。我除了刚才瞎猫碰着死耗子，连打中了8个气球以外，我活到这么大，我有什么事是顺的？你知道吗？刚才你在打气球的时候，我很紧张，我一直在求老天。求他什么呀？我求他保佑你这个死脑筋，让你至少在今天可以过得快乐一点，至少在今天可以得到所有你想得到的东西。你看，这不就心想事成了吗？那我还有个奢求。你说，老天爷一定能满足你。我爱你。几点了还不回来？纳兰，回来了，站在外边干什么？有话屋里说。晚安。妈，回去了。几点了还不回家？以后早点回来，多让人担心。我说我运气不好。那走。安静，你干嘛？你先进来。你别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事儿说。
我刚才看见高迪进彭总办公室了。我看见了。纳兰，你要帮我做个证。你要告诉郭新年，是高迪自己来洛菲斯卖魔晶股份的，我没有教唆他。高迪是来卖魔晶股份的。是。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。爹还没死呢，你们都要跑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不光像我这种小老婆要跑，像高迪、徐佳莹、杨洋洋这种创始股东，也要把股份卖掉了。你这么说，上次你去沃银生那儿，也是去卖股份的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。你看看，这是高迪、徐佳莹、杨洋洋3个人的授权书，他们委托我卖掉魔晶的股份。你这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是清白的吗？从前，这些人团结一心，经历千辛万苦才创立了魔晶。你倒好，你一去就把他们闹得鸡飞狗跳，现在都要各奔东西了。你还要郭新年对你怎么样啊？他没有伤害你，你非要把他逼死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叫背后捅刀，忘恩负义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看我，纳兰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就别装正人君子了。你没有资格指责我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我要抛弃郭新年，是他们所有人都要卖掉股份。所有人都可以把股份卖掉，但是你没有资格。你的股份是怎么来的，你最清楚了。你是不劳而获。终于说出来了吧？你就是耿耿于怀，表面上装作毫不在乎，其实你就是在意那些股份。纳兰，承认吧，有时候你也是嫉妒我的。你给我滚出去！否则我用脏话骂你了。你骂，使劲骂，急了可以再打我。你这么羞辱我，你觉得我不在乎是吗？你说我不劳而获，我告诉你什么叫不劳而获。我忍受郭新年半夜在卫生间听你的语音邮件，忍受他做任何重大决定都要事先到你这儿来领圣旨，忍受你牵着他的手去见你爸，他看你的样子就像一个初恋的男孩一样。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像刀子一样，捅得我千疮百孔。别说了，温迪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无聊了。你们好开心啊！我负责扮演一个坏女人，这样你们在道德上是不是很有优越感？像这种不劳而获，你做一个给我看看。
跟你说这些，不是想巴结你，也不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是想让你劝劝郭新年，放弃吧，别再固执了。谁让他只听你的话？该做的你都做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彭学武跟我说，让我们找个庙烧炷香拜一拜，求菩萨保佑。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？他的意思是，除非有奇迹发生，否则魔晶没救了。所以你应该放手。你也这么说了。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温迪拿着其他股东的授权书去找了沃云生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一直都知道，他还去找了李奔腾和其他几个人。你明白这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现在就是楚霸王在垓下，3000弟子俱散之，土崩瓦解，一泻千里。你要做楚霸王，我可不想做虞姬。放手吧，真的，别把自己逼死了。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我起码还有你，还有卢卡呀，不是还有一句话吗？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如果咱们3个人的劲儿往到一块儿使，那也许魔晶还有救啊。你确定要这么干？我说了，我不甘心。那好，我先给你提一个建议。先把温迪手里那5%的股份买回来，他的破坏性太强了，我很了解他，他会钻天大洞，想180个办法出来把魔晶卖掉。你知道5%的股份要多少钱吗？我现在每天要发工资，维护系统运营，做软件升级，租供服务器，我花钱跟烧纸一样。我买不起了。那你还坚持什么呀？郭新年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奇迹了。你连5%的股份你都买不起，这样的资金储备量你还能撑多久？你去问问你的员工，如果你发不出工资，他们还愿不愿意继续为你工作？楼下的办公室，如果你交不起租金，你还能不能继续办公？只剩下我跟卢卡，是远远不够的。魔晶的草创年代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有奇迹了。我的生命里就一直有奇迹发生。我当初一无所有，我2手空空骑自行车去的西藏，然后我们在那里共同创造了魔晶。现在魔晶市值2亿美金。我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只有你的名片，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奇迹是什么？没有奇迹的人生太他妈无聊了。新年，你不能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你这样只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，最后伤害到你自己。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。这些天忙死了，马上就要婚礼了，好多事儿都没安排呢。老大偏偏这时候请客，他请客，他还迟到。这顿饭不好吃，我怕是鸿门宴。来了，麻烦把门关一下，谢谢。哈哈哈，一个个坐这么整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我刚才去买了一些特别棒的海鲜，交给后厨，你们就等着尝鲜吧。我本来啊是说咱们坐在外头吃多好啊，你看看外头这风景，如诗如画的，就这天气，太不争气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各位，咱们趁着这吃饭前的这点时间，聊点正事儿。我知道，你们最近都在忙着卖股份。我这几天心里也是特别不痛快，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能不能像以前一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咱们都能够坐下来，敞开心扉，把这事儿聊清楚。咱们一直以来不都挺好的吗？而且我也知道，卖股份，那是你们自己的权利。我就是希望，能不能优先卖给公司？而且，即便你们卖股份，是不是也事先应该跟我说一声？你说我老在外头听到别人说你们要卖股份，卖股份，我这心里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儿。郭新年，你是说股份要优先卖给公司是吗？是。那好，管财务的杨洋洋也正好在这儿，我跟徐佳莹的股份，明天就办手续。我们俩33%的股份，全都卖给公司。你怎么卖给公司啊？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，你不知道啊？支付我跟卢卡那6%都不够。郭新年，你听见了吗？要不这样，高迪，你把你的股份卖给我个人，我自己想办法去筹钱。你要弄清楚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我的股份、徐佳莹的股份、杨洋洋和卢卡的股份，还有温迪的股份，你都要买下来，一共8800万美金。你到哪儿筹去？到哪儿借去？
奔腾跟我说过，他要我六亲不认。我做不到，所以我永远也成为不了李奔腾。这样，郭新年，如果你还有什么办法，你现在就说出来。如果真的有办法，我们还是可以齐心协力的。你不能六亲不认，我们也不能六亲不认。我和卢坎每天在拼命，我们没日没夜的在想办法，就是为了能融到 B 轮融资。你们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？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，都得一步一步一步去实现。各位，我求你们了，我求你们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？这不是时间问题，这是认识问题。我知道这么说很残酷，但是既然今天大家都把话说开了，我告诉你，魔晶的故事已经结束了，就是这样的。郭新年，我不想骗你。都很恨我吧？我们不恨你，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你。但是归根到底，你和我们不是一种人。说实话，我们真的考虑过了，只卖一部分股份，保有你的控股权和大股东地位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难，但是我们真的努力过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接着去争取 B 轮融资，希望你能成功，然后一次性把我们都清出去，大家还是好朋友。非常谢谢你们，非常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。但我买过了，你们好好吃。薄云先生，这就是大隐隐于市，您放心，在这里绝对安全。
慕云先生您好。你好，坐。咱们长话短说，我还是担心李奔腾的人跟踪我。这是我给您带来的资料，语音识别系统和网络电话的，视频系统是网络电话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后面还有一些关于3维投射的设想。行了，你不用介绍了，回去我会仔细看。你就告诉我需要多少钱吧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网络电话的开发和应用，也许需要耗费巨资，也许是3年，也许是5年。但是我现在当务之急的是，我需要您马上给我一笔钱，把我买下来。我没听懂。魏云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温迪也找你聊过，他们想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李奔腾，如果他们得逞的话，李奔腾就会控股魔晶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所以郭新年现在需要一笔资金，去把其他股东手里的股份全都买下来。这样您明白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出钱，去把其他股东手里的股份都买下来？不是您买下来，是我买下来，我来控股。但是我可以把网络电话的专利权先签给你。多少？40%。60。45，不能再高了。49，不要再讨价还价了。成交。好，那从现在起，网络电话的研发经费由我来出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在产品出来之前，不经我的允许，你们不能吸纳任何一个新的股东进来。我答应你。OK。郭新年，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李奔腾。当初他拿着做好的麒麟软件来找我，我没当回事儿。我甚至对他说，这样的东西，我随便找个大学生，花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。没想到啊，他现在让我瞠目结舌，不光跟我平起平坐，我还得处处提防着他。这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了。还有纳兰，你草拟一份合同，咱们要签一个保密协议。我投资网络电话的事情，绝不能让李奔腾知道。我答应。人不如狗，无论你多穷，多落魄，就算经历了99、81难，狗都不会抛弃你。舍不得吧？毕竟是我兄弟。郭新年，这样你就不对了。他又不是现在就跳槽，他是魔晶黄了才走。不是有句话吗？可与共患难，不能共安乐。他已经陪你共患难很久了，可以了。而且李奔腾那么赏识他，几十万的手表，说摘就摘。你不是说他是你兄弟吗？他有更好更大的平台，你为什么不能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呢？
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毁在女人手里，这一切都是杨洋洋干的。卢卡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耳根子软。自从他跟杨洋牙好上了，就3天2头跟我闹别扭。我最近已经很体谅他了，一过晚上12点我就让他回家，都是我自己在熬夜。真服了你了。李奔腾这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说不行啊？你非得今天说？我不想骗他，忍不住。你是忍不住。老大今天肯定晚上又得出去喝大酒，又得到处撒酒疯，你就不能先让他消停2天呀？啊？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？没法办。老大不能养活咱们一辈子吧？你不是小孩了，你结婚了，你现在是有老婆有家的人。眼瞅着魔晶就要黄了，咱们要是不去李奔腾那儿，到时候咱们还重新送简历，重新面试，重新找工作去啊？可是咱们要是都走了，老大怎么办？以前卢卡可不这样。我刚离婚的时候，就卢卡那天陪着我，然后他跟我说：“老大，你真傻，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。”咱们俩以后都别结婚了。我们俩就学电脑。电脑多好啊，又能给你带来快乐，还能让你创造奇迹。怎么就变了呢？新婚快乐，恭喜你们了。我们冒昧来访，是想谈一个重要的事情。我开宗明义的讲，把你弄进拘留所这件事情，可能我们之间有点误会，以前的是是非非不说了啊。我今天把金城找来，一是向你们道歉，二呢，我也在。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你们想骂想打，随便。用不着。我在北京有几套空闲的房子，我回香港了也用不上。
就送给你们做新婚礼物，不为别的，我要向你们道歉。养不教，父之过嘛，这也算是我一片歉意了。房产证你拿回去，房子我们不要。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。内地的公安一直在查这个案子，他们有没有找过你？我是当事人，当然要找我了。我们做个交易，我把你送到国外，你不在呢，我在这边可以斡旋。你太太可以跟着你走，也可以留下。你是想把我支走，好给你儿子脱罪吧？警察说了，我是重要证人，案子还没有结，我不能走。这件事情呢，你不要太担心，我把一切都为你做得很好，只不过让你出去待了1年半年而已，回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公司律师明天会联络你们，办理转移产权。你可以先去看看，喜欢就住，不喜欢就卖了。你们要相信，我不会不顾儿子死活的。你想让我们什么时候走？是这样安排的，先生先走，太太留几天，等办完了过户手续，我们安排他走。就这样。你先回去吧。啊。李总，你怎么来了？现在一切差不多都上了正轨了，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该过来跟您聊一聊了。说吧。在这儿啊，是这样，既然您已经打败了其他的那几个股东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从村里搬回来了呢？搬回到城里来，搬到麒麟企业来，进到麒麟企业里的研发中心来。我不是不愿意吃苦啊，其实有山有水有 WiFi， 我在那儿过得很愉快。但是毕竟他们，您也知道，这一帮大小伙子，这深山里边，对吧？那如果他们能够进到麒麟企业来，他们也会更兴奋，工作效率会变得更高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都说出来吧。我没有，我就是为他们谋谋福利。我问的就是你，别说别人。如果您要是问我个人的话，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，那我就会跟您要股份了，不是我那个软件的股份，是整个麒麟的股份。
我爸一会儿就回来，你们稍等一下。要不我们去客厅坐吧？还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老大，对不起，我跟卢凯商量好了，这块表还有那耳环，我们都给李奔腾退回去。咱们还像以前一样，不管多苦多难，咱们都不分开。就算死，也要死在一起。什么死不死的呀？卢卡跟着你是对的，比跟着我强。等到魔晶真完蛋那一天，他就应该去麒麟。李奔腾那么欣赏他，不去那儿去哪儿？老大，魔晶不会完的。如果魔晶不会完蛋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呀？